第309章诡秘的黑袍人。顺着街道，萧炎一路对着所住旅馆行去，沿途之上，周围那些指指点点的崇拜目光让得他有些头疼，不得已加快了脚步，转过几条街，最后窜进了旅馆，直奔自己的房间。推开房门，萧炎将房门关好，背靠着房门，这才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揉了揉额头，脸庞上略微有些疲倦。两轮考核虽然看似简单，可暗藏的玄机却是让的萧炎大为伤神，加上最后与那灰袍少年比拼速度，更是让的疲惫加深了一些。控制一火本来就是一件极为耗神的精确工作。甩了甩头，萧炎行进屋子，在脸上拂了一些冷水，让得自己清醒了许多，然后快步进入内厅，在床榻之上盘坐坐下，强忍着一头倒下就睡的冲动，眼眸微闭着，双手结出修炼的印结，深吸了几口气，努力使得自己的气息平稳而下，最后缓缓进入修炼状态。经过这些年的历练，萧炎早已清楚，在精神疲惫之时修炼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虽然这种状态并不如何稀罕，可不管天赋再如何超凡，但想要成为强者，那都是需要经过日积月累。药老曾经说过，只有厚积才能薄发，这才是强者正统之道。而对此，萧炎也是深以为然。随着萧炎逐渐的进入修炼状态，略微起伏的胸膛也是悄悄变得安稳而下，好半晌之后，方才有着细小的起伏。而此时，周围天地微微波动，一缕缕肉眼可见的能量气流顺着萧炎的呼吸灌注进入身体，最后经过炼化，化为精纯的能量，浸润着身体之内的经脉、骨骼、细胞。在能量的浸润下，萧炎能够清晰地察觉到精神上的疲惫正如潮水般的退却。当修炼持续了将近2个小时之后，犹如木桩一般坐在床榻之上的萧炎手指忽然轻轻颤了颤，眸子缓缓睁开，漆黑的眸间金芒闪逝，嘴巴微张，一口略微有些偏黑的浊气被喷吐了出来，略微含着淡淡的刺鼻味道。萧炎扭了扭脖子，低头望着左手那显得隐隐发黑的中指，眉头微微皱了皱，低声道：该死的东西简直如同枯骨之躯一般，这次的驱毒不知道究竟是赚了还是赔了。虽然萧炎有着一火护体，可任谁体内存在这种几乎能够让的人瞬间毙命的致命毒药，想必也不可能真正做到无视他的地步吧。唉，只能等到老师苏醒后，或许才能有办法解决这东西了。苦笑着摇了摇头，萧炎一头倒在温暖的床榻之上，喃喃道：等明日的大会一结束，再给纳兰截区最后一次毒，想必他便能痊愈了。而到时候便是3年之约到达的时间了呀。微抿着嘴唇，萧炎忽然轻叹了一口气。3年时间，当初那个娇蛮无礼的少女，如今也已经蜕变得成熟了许多啊。在以前，萧炎原本以为等自己再次见到纳兰嫣然，定然会愤怒的难以掩饰自己的情绪。然而这一次的见面，或许是因为此刻使用的是炎萧的身份的缘故吧，他发现自己竟然是冷静的几乎与他从未相见过一般。这段时间，他犹如陌路人，冷眼旁观着他的举止谈吐。3年时间，同样也使得当初那个稚嫩的少年变得成熟稳重了起来。当年萧家退婚的那场闹剧，在他现在看来的确很滑稽，很好笑，可偏偏的却并未再有着多少当年的愤怒。当初少年会有那般激烈反应，或许是因为正处于废物之名下那颗敏感的心的缘故吧，在家族中饱受嘲讽与白眼。而纳兰嫣然的强势退婚，也正好在那颗脆弱敏感的心灵之上狠狠地砍上了一刀。而在这般高强度的践踏之下，不堪忍受的少年终于是爆发了开来，于是方才有了这几年的故事。至少在萧炎现在想来，如果当初他依然一直严惩着自己的天赋，没有经历变成废物的挫折，那恐怕即使当日纳兰嫣然前来退婚，他也不会感到有多少愤怒。不过他也同样能够肯定一点，若是没有那几年的废物经历以及纳兰嫣然的退婚之举，他萧炎也绝对不可能以20不到的年龄走到今天这令无数人刮目相看的一步。想着那些几乎能够改变日后走向的某些事，萧炎略微有些失神，旋即苦笑着摇了摇头。假设始终只是假设，所以不管如今他对纳兰嫣然是何种心态，可那云岚宗却是必须上的。虽然现在的他对于纳兰嫣然
已经并没有太多的愤怒情感，可当初他的强势退婚，却是让的萧家以及那在他心中地位极高的父亲颜面荡然无存。这种事在加玛帝国的社会氛围中，几乎是当着无数人的面被狠狠地扇着耳光，这对一个家族来说堪称耻辱。虽然自从退婚后，因为害怕刺激到萧炎，所以萧战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可萧炎清楚，不管如何，他心中始终都是有着芥蒂。萧家这么多年来，他是第一个被人强行上门，并且以不容拒绝的强势语气退掉了自己父亲当年所许下的婚约的族长。而且当年在那萧家大厅，背负着废物之名的少年也倔强地对着自己的父亲许下了定要讨还耻辱的承诺。为了这个承诺，于是少年开始苦修，乃至最后离开家族，犹如苦行者一般游历着帝国，打磨着身上的年少稚嫩。离家的近2年中，萧炎走了将近大半个加玛帝国，然后兜兜转转的终于来到了这座城市，为的就是那所谓的3年之约。他现在对报复他的兴趣并不是如何的大，他只想带着这消息将父亲心中的芥蒂解去，然后笑着道，这次是我真正的休他，没有人能怀疑。因此那云岚宗是无论如何都必须去的。当然如果在3年之约中胜了他，萧炎并不介意自己随意的对曾经在他面前高高在上满脸不屑的他的说一句，你眼光挺差的，而这便全当是萧炎对他的最后一些报复吧。3年时间，萧炎多了些东西，也淡化了一些东西，不过总的来说，这种变化是好的。呼，长长的呼了一口气，萧炎双臂枕着后脑勺，目光迷离，失神间，清雅如幽莲的少女却是忽然的在脑海浮现，那一颦一笑让得萧炎冷漠的脸庞不由自主地浮现许些柔和笑容。对于那个差点便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萧炎现在并未有太多的感觉，以前不会有，或许以后也不会有。如果硬要说有，那也仅仅是男人对于那些身份高贵的女人的一些征服欲而已。经过2年历练，孤独中他忽然感受到，原来自己的心居然在不知不觉间被某个少女悄悄地占据牵绕。明明是家族最耀眼的明珠，可却偏偏喜欢躲在自己身边，装作可怜没人爱的楚楚动人模样。明明背景极为庞大神秘，可却对着废物的自己恬静微笑，百依百顺。这个温柔的犹如一团秋水的少女，在萧炎自己都未察觉之间，悄悄地渗透着他的心。虽然年少，可聪明的他却十分清楚，想要捕获那颗不安分的心，唯有温火慢炖。在某一天蓦然回首，他会明白。薰儿，等着我，等这里的事完了，我便能去找你了。想起那张清雅动人的小脸，萧炎心中便是暖流淌过，低声喃喃道：他。在萧炎喃喃间，细微的声响忽然猛地在房屋之上响起。谁？声响虽然细微，可在萧炎这种感知力出色人听来，却无疑是一声不小的闷响。当下脸色一变，厉声喝道。在喝声响起之时，萧炎手掌便是一撑床榻，身形矫健地从窗户处爆射而出，脚尖轻点一处凸出来的石块，身体犹如大鹏一般闪掠上了房顶之上，略微冰寒的目光在周围瞬间扫过。天空之上，银月高悬，淡淡的月华倾洒而下，照耀着整座城市。借助着月光，萧炎却是并未在屋顶上寻见哪怕一个人影。微眯着眸子，目光在周围扫视了一圈，在月光的照耀下，周围即使100米之外，萧炎也能瞧得清楚，可却依然没有发现半个人影。皱着眉头，萧炎缓缓地行走在屋顶上，片刻后忽然蹲下身来，望着那一块破碎的瓦片，眼瞳微缩，只见那瓦片断裂处纹路清晰可见，明显是断裂不久。手掌刨开瓦片，许些灯光从下面射来，而下面的房间正好是萧炎所住。监视，阴寒着脸庞，萧炎手中的瓦片瞬间化为一堆粉末，半晌后拍了拍手，站起身来，在心中自语道：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恐怕对方实力至少也在斗王级别吧。在这加玛圣城，有着斗王强者的家族似乎也就那么寥寥可数的几家吧。那兰家、穆家、米特尔家族、皇室，给我滚出来，藏头露尾，算什么鸟人？
沉吟中的萧炎忽然豁然转头，对着一处方向冷喝道。喝声在屋顶之上盘旋着，片刻之后方才缓缓消散，可周围却依然是没有半点动静。没有吗？瞧得咋喝失败？萧炎耸了耸肩，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目光再次在周围转了一圈，最后只得跃下了房顶。随着萧炎的跃下，屋顶之上再次陷入了寂静。然而寂静并未持续几分钟，萧炎的身影又是猛然闪掠而上，瞧得依然空无一人的房顶，苦笑了一声，终于是认定那窥探之人早已离去，叹息着摇了摇头，不得不死心地闪回了自己的房间。随着萧炎这一次的真正离开，房顶之上寂静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后，一块背着月亮的地锁犹如墙壁倒影的漆黑阴影忽然诡异地蠕动了起来，片刻时间，阴影便是翻腾而上，最后居然凝固成了一个人形模样。人影浑身包裹在漆黑的袍子之下，他随意地瞟了一眼萧炎消失的地方，微微抬起头来，露出一张显得黝黑的苍老面孔。嘿，这小家伙倒还真是敏感。黑袍人轻轻笑了笑，低声道，若不是因为忽然听见小姐的名字，也不至于会搞出这种低级失误。要是让得别人知道了，我竟然会被一个斗师级别的小娃子发现行迹，那岂不是丢人丢大了？这小家伙似乎对小姐有着那么一些意思啊。黑袍下老人皱了皱眉，苦恼道，而且最让人头疼的还是小姐对这家伙有着情意，这可是不行的啊。虽然萧炎天赋不错，可却还远远达不到要求，而且一直在加玛帝国这块破地方晃悠，能有多大出息？这样下去迟早会落个黯然神伤的结局。年轻人啊，你还真当这女儿是这般好追求的吗？叹了一声，黑袍老人嘀咕道，不过这小家伙周围的人倒也有几个实力不弱的人啊。上次那被称为家老的老头差点便是发现了我的气息，即将跨入斗宗级别的强者，果然不一样。哎，算了，好在这小家伙快要去云岚宗了，等搞完这里的事，我也就能回去保护小姐了。伸展着双臂扭了扭身子，黑袍老人身体一颤，黑袍逐渐模糊，最后化为一道漆黑的影子，闪电般的射进阴暗之中，最后完全沉寂。回到房间的萧炎坐在桌子旁，抬头死死地盯着屋顶，直到脖子有些发酸了，这才无奈地低下头揉着脖子。嘎！在萧炎垂着肩膀时，房门忽然被推了开来，笑眯眯的海波东缓步走了进来，望着还未睡下的萧炎，笑着来到桌旁，一屁股坐了下去，端着茶杯猛灌了一口。小家伙，今天很有本事嘛，哈哈，竟然搞得连砝码那老家伙都吃惊不已。望着海波东，萧炎也是笑了笑，摩挲着下巴，略微迟疑了一下，忽然道，海老，不知道最近你是否感觉到有什么人在监视我们吗？监视？闻言，海波东一愣，旋即笑着摇了摇头，怎么可能？这加玛帝国还没人能在我眼皮底下监视我们呢，就是那老妖怪也不行。微皱着眉头，萧炎舔了舔嘴唇，缓缓地将先前的事简略地说了一遍。真的？望着萧炎那不似开玩笑的神色，海波东脸庞也是逐渐凝重了起来，干枯的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半晌之后，他忽然似是想起了什么，低声道，小家伙，告诉你一个事，不过这事我也不敢太过确定。瞧得海波东那神神秘秘的模样，萧炎一愣，疑惑的道，什么？知道当初我们在盐城与那两个神秘斗皇强者战斗的时候吧？海波东抚着胡须，皱眉轻声道，那个时候我曾经模糊地感应到有着另外一道极为强横的气息在场，不过那时情况紧急，我也感应不准。可自从那后来，我又是有过好几次的感应，可同样极为模糊。听你今天晚上这一说，我猜测似乎有个神秘人跟在我们后面很久了。海波东的低声让得萧炎忽然有些毛骨悚然，咽了一口唾沫，低声道，连你都感应不出来？那怎么可能？难道那神秘人是斗宗强者不成？海波东苦笑着摇了摇头，叹道，我早就说了，这是我的猜测，究竟是真有其人，还是我们精神过敏，都还不清楚呢。闻言，萧炎也是一声苦笑，皱眉想了想，实在是想不出他什么时候接触以及得罪过斗宗级别的强者。好了，
也别苦恼了，这种事顺其自然吧。若是真有跟踪我们的人，那他肯定有着目的。既然如此，我想迟早都会现身。海波东拍了拍萧炎的肩膀，劝慰道，苦笑着点了点头。萧炎现在也只能这样想了。哼哼，今天晚上有没兴趣跟我出去干点好事？砝码那两个老家伙可都在场哦。海波东忽然笑道，你们三人一起出动，想干什么？闻言，萧炎一愣，旋即愕然的道，三名斗皇一起行动，他们是打算去先谁老家了？嘿嘿，难道是因为那灰袍少年？萧炎微皱着眉头，片刻后眉头一挑，道，就是那家伙。砝码总觉他有些不对劲，所以想要去探探底。你也知道，若是加玛帝国大会被出云帝国的人拿了冠军，那将会对公会声望造成多大打击？海波东笑道，你们不会想。萧炎手掌微横，低声道，看情况不排除这种可能。这次帮了砝码那老家伙，他可是就欠我人情喽。嗨，海波东笑眯眯的道，靠，你们还真狠。萧炎扯了扯嘴角，这大会幕后也太黑暗了吧。别废话了，想看看那家伙的底细就跟我来吧。海波东站起身来，晃悠悠地对着房间之外行去。其后萧炎在迟疑了一会后咬牙跟了上去。他也很想瞧瞧那个家伙是真的这般年轻便有如此本事，还是因为有着其他原因。